每年年底啊，很多频道都会做一些年度盘点的话题。12月底的时候呢，比较忙，就没来得及安排。结果这一拖，农历新年也要过去了，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。选这个我在吃什么营养素的话题可不是偷懒啊，因为确实也是很多朋友感兴趣的题材。我在门店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平常都吃哪些营养素？我能明白大家的意思，我吃的东西呢虽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但我选择的产品和品牌以及选择他们的思路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参考。所以今天我也来坦白交代一下，我在过去1年里都在吃什么，以及为什么选择它们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fepluscanada.com，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另外，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。我马上50岁了，即将要步入生龙活虎的中老年人行列了。我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健康又自律的人，比如我是标准的胖子，我的 BMI 指数已经27.6了，无论按照哪个标准都属于超重的人群。只不过我还算灵活的胖子，因为我有跑步的习惯。那除非工作特别忙，我一般会尽量保持每周15公里以上的跑量。加上我本身就是做健康行业的，所以比较重视营养均衡。所以这几年各项指标控制的还算不错，胆固醇啊、血糖这些指标虽然都是接近上限，但总体还在安全范围内。那我以前也有过痛风，也有好多年没有犯过了，而这些成果都是在我不怎么忌口的状态下获得的。我知道很多痛风人群是完全不碰酒的，但我还是会经常喝一点啤酒和红酒。我还是个火锅和烧烤的爱好者。当然要强调一下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像我一样对一些禁忌毫不在乎啊，只是我平时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所以有时候需要通过味蕾来适度排解一下。人嘛，开心最重要。我给自己选的保健品是考虑了上面这些情况的，但还是像开始说的那些，我选这些保健品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，但是希望选择的思路能给你提供一些参考。我本人是坚定的鱼油爱好者，主要原因是我平时不怎么吃鱼。鱼油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里面的 EPA 有很好的消除体内炎症的作用，而减少炎症也是减少痛风复发的重要手段。那有人担心鱼属于海鲜范畴，是不是里面有比较多的嘌呤？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如果你选择高纯度的鱼油，都是经过分子提纯的，基本会去除掉嘌呤。我呢，现在每天会吃1粒这个 Metagenics 的鱼油，它1粒里含710毫克的 EPA 和290毫克的 DHA， 日常保养完全够用，还能给我的心血管和大脑提供额外的支持。因为这是功能医学专业品牌的产品，产品质量呢很让人放心，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让我喜欢的地方，就是吃完它之后打嗝完全没有常见的鱼腥味儿。当然了，这款产品不便宜，但我算了算，平均下来一天也就是加币8毛钱左右，比咖啡、奶茶什么的便宜多了。以它给我健康带来的好处来衡量，还是物超所值的。那我曾在前面的视频里专门介绍过维生素 B 族的好处，我真是这么觉得，也真是这么做的。我连续吃 B 族已经有差不多4-5年了，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熟悉的老朋友。平时可能不一定觉得它的存在，但有时工作比较累，或者像去年有一次去中国出差，那几天里我把 B 族的量加大，是非常能体会到它对疲劳状态的改善的。其实 B 族不仅仅是帮我改善疲劳，它还可以帮我代谢营养素。我本身粗粮吃的不多，而且 B 族是水溶性的，所以在我的身体里留不住，它就成了我每日补充清单上的常客。我吃的 B 族呢有2种，一个呢是这个 Natural Factor 的 B 族，另一个是这个 AOR 的 B 族，两个都是全活性的 B 族，我试下来也都是不错的产品。相对来说，单粒剂量的话 Natural Factor 的稍高一点，所以日常保养我会用它，但有时我需要加大剂量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 AOR 的，每天分开3次，这样剂量加大了，吸收也更好了。你可能也看出来了，我每天吃的基本都是常规的营养素。没错，其实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平时保证基础营养素的补充是健康管理的核心。因为健康的状态更多是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，而不是等到达到诊出疾病的状态再去寻找特效药。因为一旦诊出疾病，再怎么治疗也是个杀敌100自损8000的过程。那说回到维生素 C， 我选它呢，是因为它又好又便宜的抗氧化剂，还有一定的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，所以对我预防痛风帮助很大。不过我选的这个维生素 C 有一点特别，是这种酯化形式的维生素 C。我选它的原因呢，它比普通的维生素 C 在我身体里停留的时间更长，所以我可以用更低一点的剂量获得相同或者更好的效果。
另外，里面还有一些胡皮素等生物类黄酮，可以起到比较好的协同效应。这个呢，一般我每天吃1粒。流感季偶尔有感冒症状的时候，我会吃2到3粒，确实可以感觉到它可以帮我更快的恢复。一般的健康指南会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适当补充一些辅酶 Q10，我也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。我吃辅酶 Q10还有一个衡量指标，就是像前面说的，我跑步嘛，所以吃辅酶 Q10之后，确实可以改善我的最大摄氧量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啊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每年会试很多不同的辅酶 Q10。我自己的结论是，1分钱1分货的逻辑是成立的。我感觉比较好的2款产品都不便宜，一个呢是 Metagenics 的辅酶 Q10。另一个呢是 Pure 的辅酶 Q10，里面除了 Q10之外还加了 PQQ， 各有特色吧。我自己比较喜欢单独的配方，但如果有喜欢复合配方的话，那你选这个 Pure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是从去年开始吃钙片的，主要是觉得年龄也到了，吃起来整体感觉其实也还不错。之前有的时候后背会经常疼，那吃了钙片之后呢，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缓解。对，其实钙片，尤其是钙和镁在一起的产品，不仅仅可以作用于骨骼，对肌肉疼痛也可以起到缓解作用。钙片我选的是这个 Health First 的植物钙，它颗粒不小，挺大的，不过分量挺足，感觉吃完对肠胃也没有影响。另外，它的价格适中，所以我长期吃起来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。我也向身边的很多朋友推荐过这款钙片，包括我家的领导，他说吃了也感觉不错。所以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适合长期补充的钙片，我向你推荐这个。我2、3年前曾做过一次基因检测，结果呢是我的基因在吸收和利用维生素 D 上有一些缺陷。后来我的检测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，所以这几年我还挺注意补充维生素 D 的，尤其是温哥华的冬天阴雨绵绵，确实我也有补充维生素 D 的需要。我前面提到的钙片就是这一款，其实里面有维生素 D， 但对我个人来说剂量不够，所以我也会单独加上维生素 D，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我一天总的维生素 D 的摄入量会达到3500到4000 IU。维生素 D 的产品我就不单独推荐了，因为我也是试过不同类型的产品，体验下来各家的产品差不多，主要区别是剂量。当然，你需要的剂量和你个人的情况密切相关，在这里我就不具体展开了。上面是过去1年里我每天都吃的，那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还会经常短期吃一些其他的产品，里面比较重要，或者说我体验下来值得推荐的有3个。第一个是谷胱氨肽，我是用于保养肝脏的。我春天吃过一段时间，当时在南美旅行，吃完了以后觉得气色、精力什么的都还挺不错。第二个呢是益生菌，我从小胃肠道就弱，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吃一点益生菌。我过去的1年里也试过几个不同的牌子，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一款 NACA 的益生菌，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有对肠道黏膜比较好的成分谷氨酰胺，我吃了以后呢反馈不错，还专门吃了一段时间的谷氨酰胺粉。最后一个是 NR， 主要原因是过去2年里 NMN 和 NR 这些可以提升 NAD 加水平的产品非常热门，我也想有一个一手的体验，于是分别试了一下 NMN 和 NR。之前呢我也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比较过这2种产品的不同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。总体来说2者对我都有用，相对来说 NR 的感觉比较平稳一点，所以我更偏爱。说到这里，差不多视频也就到了尾声了。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你这一天6、7种是不是太多了呀？老实说，倒回到10几年前，我也会有这个担心。但目前这个组合是我长期摸索出来的搭配，或者说它是我和我自己的身体磨合出来的一个结果。多和少呢是个相对值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觉得每天早上的太阳都是新鲜的，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不吃不喝也能每天昂然向上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身体就在不断的提醒我，他们需要保养了。当然，还是像我反复强调的那样，这些呢只是我个人的方案，它未必适合你，但我希望它能给你提供一个参考，就是如何在制定这种方案的过程里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。说到底，你才是你自己最好的医生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到视频里提到的这些商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春节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